男人将妻子残忍杀害，为了掩盖罪行，他放火焚烧了房子，完全不顾屋内自己年幼的孩子。这个冷血的男人叫做阿扎德，1977年出生在伊拉克北部，后来他搬到了美国，在那里遇到了妻子安琪。他们两人都曾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，安琪带着一个女儿，阿扎德带着一个儿子。安琪深爱着阿扎德，为了能顺利地走到一起，安琪甚至皈依了伊斯兰教。两人于2001年3月在爱达荷州结婚，并定居博伊西市。婚后不久，他们就生下了第一个孩子，紧接着第二个孩子于2002年9月出生。然而婚后的生活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顺利。阿扎德对宗教十分痴迷，甚至提出全家搬到南非或者沙特阿拉伯学习伊斯兰教。这一提议遭到了安琪的反对，两人也经常因为此事争吵。他们的经济状况也不容乐观，不得不向周围的人借钱周转。2002年的夏天，两人投资了自动售货机的生意，但是并没有成功。同年8月，阿扎德在没有告知安琪的情况下，试图出售他们的房子来缓解经济压力，这也导致了两人本就紧张的关系更加糟糕。安琪受够了阿扎德，开始考虑离婚，但这并不像他希望的那么简单。他发现自己又怀孕了，于是他找了离婚律师。阿扎德不接受安琪离开自己，他极端的信仰导致他认为伴侣如果不忠，自己有权结束对方的生命。他的成长环境影响了他的思维方式，对他来说，离婚很耻辱，是一件极其不光彩的事情。2002年10月4日，阿扎德在加油站加了17加仑汽油，他以购买清真肉为由，带着5岁的大儿子离开了城市，来到了盐湖城。那是他平时购买清真肉的地方，但是他没有买肉，而是买了2只红色塑料桶，随后又去了万圣节商店，买了个面具和一件黑色斗篷。这个行为很可疑，因为他们家并不过万圣节。离开盐湖城前，阿扎德又购买了22加仑汽油。当天，安琪大女儿的朋友来他们家过夜，安琪还在睡前和孩子们看了一盘录像带，她完全没有意识到等待她的将会是什么。凌晨1点54分左右，女儿的朋友感到不适，醒了过来。她看到天花板上到处都是火，她立即叫醒安琪的女儿，两人一起从车库逃了出去，按响了邻居家的门铃。邻居夫妇看到火势，赶紧冲进房子中救人。他们找到了安琪和阿扎德刚出生3周的孩子，并把他带到了外面，但他们找不到安琪和另一个孩子。不久之后，消防员抵达了现场，并开始营救，但熊熊的火焰让他们难以承受。为了避免致命的伤害，他们不得不暂时撤退。事实上，这场大火非常猛烈，附近的房屋都有可能被引燃。消防员找不到安琪，但他们在后院发现了2人18个月大的儿子。庆幸的是，他毫发无损，仿佛火灾发生时有人将他从房子里抱到了后院。消防队员和警方立即展开调查，他们发现锁好的前门似乎被打开了，而且没有任何的外力作用。热成像扫描显示，在西南方位的卧室里有一具尸体，后经确认死者正是安琪。进一步检查发现，他的头上套着一个塑料袋，尸体呈面朝下背朝上的姿势。警方的结论是，有人故意向客厅、卧室和车库泼洒汽油，引发了火灾。在车道附近发现了一个半融化的红色汽油桶，另外还找到了一个面具和一件黑色斗篷。第二天早上，阿扎德出现在盐湖城，他来到犹太社区拜访了他的朋友伊玛姆丁，2个人还一起吃了午餐。在得知妻子的死讯后，阿扎德将他的车停在了伊玛姆的家里，然后搭乘飞机返回了博伊西。当他得知警方正在调查自己时，他拼命想掩盖自己的踪迹。他知道自己留下了太多的线索。阿扎德告诉警方，车里的2桶汽油被他扔了，之所以把它们扔掉，是因为儿子不喜欢油的气味。但是他心里明白，这个故事并不可信。阿扎德迫切地想赶在警方之前取回他的车，但目前的情况他无能为力，因为他的电话正在被追踪，警方正在监视他的一举一动。阿扎德联系了一位朋友，请他转告自己的母亲买2个汽油桶放在他的车上，但这位朋友拒绝了他的请求。阿扎德又给朋友伊玛姆发了一条语音邮件，要求他用公用电话回复自己。伊玛姆按他的要求打了电话，但同样拒绝了其他请求。最终警方找到了阿扎德的车，
车上没有他购买的汽油桶，也没有万圣节物品。阿扎德还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，在一次问询中，阿扎德不小心露出了左上臂的伤口，警方立即注意到了这一点，并从他的手臂上提取了毛发样本。测试显示他的手曾被火烤过，而这个小小的错误演变成了板上钉钉的事实。安琪的尸检报告也出来了，显示他在火灾之前就已经死亡，死亡原因是窒息。他头上罩着的塑料袋来自印度商店，火灾的前几天，阿扎德曾去过那里购物。随即阿扎德被警方以谋杀妻子的罪名逮捕。法庭上，阿扎德的律师辩称安琪是自杀，因为尸检报告显示安琪没有抵抗伤口，也没有证据表明她被勒死。此外，她的血液中有高浓度的氟西汀，这是治疗抑郁症的药物，表明她可能是药物过量导致死亡。但调查人员已经排除了自杀的可能，因为她的尸体被发现时呈现出怪异的姿势。安琪的治疗师也证明安琪没有自残的迹象，并不会自杀。检方还出示了一封安琪写给姑妈的信，在信中他说阿扎德是一个骗子和伪君子，他还表示想结束他们的婚姻。但阿扎德的家人和朋友却表示他们的婚姻很幸福，阿扎德是一个伟大的父亲和丈夫。2004年11月19日，陪审团裁定阿扎德犯有1级谋杀罪、谋杀未遂罪、纵火罪和危害儿童罪，阿扎德被判处死刑。多年来，他不停上诉，都被法院驳回了请求。事情已经过去了20年，阿扎德现在仍然待在爱达荷州的死囚牢房中。